上集说到，以七风贤、格拉奥萨姆为首的4大魔族正式集结，并为了这次行动展开会议。格拉奥萨姆率先提到，负责监视女神之杯的扎特已经失去联系，恐怕时空早已经被干涉了。而现在看来，造成这一切的人应该就是芙莉莲了。但格拉奥萨姆也很好奇，这是否同样在全知者修拉哈特的计划之中？索利提尔则认为没有人能知道答案，因为直到最后，修拉哈特都没有明确谈过有关未来的事。他是曾经目睹过几万甚至几亿次未来的存在，光凭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那崇高的思想，只需要像过去一样，在他的掌控中继续行动即可。而他的意志也必定会引导魔族走向更加繁盛的未来。格拉奥萨姆听后也不再深究，随即表示，芙莉莲这次从未来回到自己还活着的时代，对魔族而言是绝佳的机会，他们必须夺走芙莉莲未来的记忆，并在这个时代将它彻底抹杀。托德也理解了这次行动的目的，于是转而询问利瓦莱的想法，但利瓦莱并不打算思考太多，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痛快的大战一场。托德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，但他自己并不想参与这种蠢事，于是当场表示自己对魔王大人以及魔族的存亡都没有兴趣，他关心的只有能否继续研究魔法，以及明天会不会饿肚子。更何况格拉奥萨姆应该也清楚，虽然现在只完成了30%左右，但再过上100年，他的诅咒就能覆盖整个星球，所以他更希望默默活到那一天。毕竟自己既不擅长战斗，也不想因为这次的行动白白去送死。随后托德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，格拉奥萨姆对此也没有责怪他，因为属于他的战斗本来就在未来。索利提尔见状也认为托德的选择其实相当明智，自己也很能理解他的想法，毕竟自己和他一样都是胆小的魔族。格拉奥萨姆闻言便询问他，难道也打算退出吗？但索利提尔却表示自己会在暗处全力掩护他们，因为不让自己置身于任何不利的局面，这正是自己长寿的秘诀。就如同格拉奥萨姆强大的精神魔法一样，从未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他能一次次改变外貌与身形，拥有在任何时代都能生存下去的能力，而他始终没有让任何人看过自己真正的样貌，想必那也是属于他的长寿秘诀。利瓦莱听后轻笑住表示，那么就由自己来代替这2个卑鄙的家伙，承担冲锋陷阵的荣誉。毕竟对他这种老头子而言，长寿根本不需要什么秘诀，只要站在战场上尽情战斗就已经足够了。画面随后来到芙莉莲这边，就在众人即将靠近女神之杯时，芙莉莲突然感知到远处出现一股强大的魔力，但他很快便察觉不对，那股魔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逼近他们。下一刻，利瓦莱的拳头就已经出现在艾冉的面前，而接下了这一击的艾冉瞬间就被逼到悬崖边。辛梅尔见状立刻准备支援，但突然出现的飞剑却拦住他的去路。芙莉莲也当即提醒众人，还有另一名魔族潜伏在暗处，而看住天空中那熟悉的飞剑，他也立刻意识到躲在暗处的人正是索利提尔。艾冉此刻也开口提醒众人，让他们赶紧带着芙莉莲先行离开，自己会留下来帮他们断后。辛梅尔听后也立即照做，并让他在危机关头时务必要选择逃跑。列瓦莱见状也称赞起艾冉是一名优秀的战士，他已经整整1个世纪没有遇过能正面接下自己一拳的战士了。于是出于对战士的尊重，利瓦莱也主动报上自己的名字。艾冉闻言也回应了自己的名号，这让利瓦莱顿时明白过来，原来他就是传闻中人类最强的战士，而自己也早想与这样的对手一战了。既然听闻艾冉擅长使用战斧，那么为了向人类最强战士致上敬意，自己也会用战斧与他战斗。而艾冉也必须为这一战感到荣幸，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人正是魔族中最强的战士。芙莉莲此刻也不由思索，竟然会在同一个地方遭遇2名大魔族级别的对手，即便是辛梅尔也很难应对这样的局面。然而刚想到这里，芙莉莲便察觉到违和感，虽然魔力探知没有出现问题，但他始终觉得敌人不止2名。果然下一刻，格拉奥萨姆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而辛梅尔等人也立刻察觉到了异样。芙莉莲一开始还很疑惑他是何时来到身后的，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，对方其实从一开始就站在那里，只是他们无法认知到他的存在而已。格拉奥萨姆也在这时缓缓开口，表示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他的乐园引渡魔法早已发动。下一刻，众人瞬间失去意识，陷入格拉奥萨姆创造出的虚幻世界。辛梅尔也在海塔的声音中醒来，然而看住眼前西装革履的海塔，他顿时有些疑惑，因为自己明明记得刚才还在与敌人战斗，但海塔却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反而提醒辛梅尔他们早已击败魔王，世界也迎来了和平。艾冉也认为他只是太紧张了，海塔则催促他赶快出发，别让新娘等太久。这句话让辛梅尔愣在原地，直到身穿洁白婚纱的芙莉莲出现在眼前，他才彻底被这一幕镇住。而这正是格拉奥萨姆的魔法，能实现对手曾认为绝不可能完成的梦想，让对方永远沉睡在美好的幻影之中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海塔却缓缓站了起来，格拉奥萨姆也不禁感叹，看来这就是女神加护的力量。海塔不断试图唤醒辛梅尔，但格拉奥萨姆只是冷声让他放弃，因为众人已经在他的精神魔法下
坠入了无尽的幻想深渊之中。虽然海塔是第一个凭藉女神加或免疫他魔法的人，但孤身一人的他已经无法左右战局。与此同时，艾然那边也逐渐陷入劣势，他的攻击根本无法破开利瓦莱的神躯，利瓦莱的攻击却能轻易划伤他。而海塔这边同样艰难，不但要抵挡格拉奥萨姆的攻击，还必须展开护盾保护陷入幻觉的辛梅尔等人。格拉奥萨姆再次让海塔放弃，表示他再怎么坚持都毫无意义，但海塔却冷声回应，自己绝不会放弃，因为辛梅尔正是那个能将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全都变成可能的人。画面随后回到辛梅尔的幻境之中，芙莉莲和辛梅尔正在神父的指引下即将交换誓言之吻。然而看住逐渐靠近自己的芙莉莲，辛梅尔却突然转过头，并伸手轻轻拦住了他，表示芙莉莲一定有办法改变现状吧，而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。芙莉莲见状也确定了，辛梅尔仍保持清醒，于是便立刻向他说明，他们正在与精神魔法的高手战斗，对他而言，这个世界几乎就是现实，无论是五感还是记忆，甚至是魔力探知，全都和现实没有区别。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，毫无疑问就只有格拉奥萨姆。辛梅尔听后有些担忧，但芙莉莲却表示没事，虽然自己无法破解这种魔法，但如果是辛梅尔的话，一定可以做到的，因为现在的他不就没有输给幻觉吗？于是芙莉莲缓缓将他的手移向左腰，而在现实中，辛梅尔的手也同步移到了剑柄之上。芙莉莲轻声询问他的身体是否还能动，辛梅尔则轻笑回应，别小看自己，他现在已经可以战斗了。于是就在海塔即将被斩杀的瞬间，辛梅尔突然挥剑斩出，格拉奥萨姆连忙后退避开了攻击，但他依旧感到不可思议，难道辛梅尔已经摆脱了幻觉吗？但看着辛梅尔依旧闭着双眼，他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魔法仍然在影响住辛梅尔。然而此刻的辛梅尔不仅能精准闪避格拉奥萨姆的攻击，甚至还能锁定他的位置，而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常年战斗磨练出的感知能力。辛梅尔不断集中精神，避免被婚礼现场的喧嚣干扰，他绝不能放过任何不协调的感觉，无论是对手衣服摩擦的声音，还是细微的喘息，甚至是划开空气的风，都必须全部捕捉下来。此刻的芙莉莲虽然在辛梅尔的保护下，也确保了肉身不会受到伤害，但他依旧无法感知外界的一切，因为他平常太过依赖魔力探知，而魔族也同样如此。因此格拉奥萨姆最大的错误就是轻视了那些不依赖魔力探知，而是将感官锤炼到极致的人。格拉奥萨姆也在此时反应过来，于是当即决定加大幻想的威力。然而就在他的魔法即将命中辛梅尔时，倒地不起的海塔早已悄然发动魔法，替辛梅尔创造出绝佳机会。辛梅尔也在这一瞬间挥剑斩断了格拉奥萨姆的手臂，而乐园引渡魔法也随之被彻底破解。芙莉莲终于恢复意识，辛梅尔也冷声表示，幻想已经被打破了。虽然自己不想再经历刚才那样的战斗，但也多亏了那场战斗，他已经掌握了另一名魔族的位置。索利提尔听后也只是露出轻笑，而辛梅尔则让芙莉莲先走，因为石碑就在前方，这些家伙交给他们处理就好。看住辛梅尔那令人安心的背影，芙莉莲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，随后轻声向他道谢。辛梅尔也笑着回应，不客气，因为多亏了芙莉莲，自己才能做上一场那样的美梦。随后芙莉莲立刻奔向石碑所在，并成功触碰石碑，发动了女神魔法。